1809來信啊，向王哥分享一段關于气功与養生的真實經歷。我操，老雞巴牛逼了！這段我就本來我不想念的，今天我這個企業家朋友說老王一定把這個東西傳授給大家。好，老王，我是來自台灣的1987年的男子。那個關於您所最近提到的男性保養功法啊，我有一些個人經歷想與您分享。某種程度上，這也正好印證了您常說的那句話：世界之大，確有其人。而我生命中遇到的這位奇人就是我師父。10多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師父，他傳授了給我一門氣功。以世俗的說法，這一類功夫在台灣或中國大陸有時會被稱為屌功。你沒聽錯，就是那個字兒。比較文雅一點的說法，有人稱為洗髓功或帝王功或99神功啊，就重陽功。你們記得網上有個司馬南年輕的時候練氣功的照片，他光着個屁股，然後扎着個馬步站在一個牆頭上，然後他的屌上拽着3塊磚，大家記得吧？那個司馬南年輕的時候大概20多歲的樣子，哎，那個就是屌功。簡單來說，這門功法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男性可以透過陰部吊起重物，但真正特別的地方并不是吊重物，而是在實修過程中啊，身體機能、精神狀態、男性功能都會產生明顯的變化啊，提升啊，這是真的啊。因為我在百道會詳細的講過手法啊，就用手法啊，就是自己啊，因為老婆不行，老婆給你弄的話容易射出來，叫自己往下拽，拧毛巾啊，拧毛巾。但是呢，人家比我专業啊，我這個是西方瑜伽法，人家這個是中國傳統的，我一看啊，人家這個是更高啊，人家有健身器械了，所以以我個人的理解，但內容是一樣的啊。身體體內有潛在能量，能啟動保護機制，能回到過去年輕時的峰值狀態。我本身也受過教育啊，所以我剛開始接觸時，帶有這種封建迷信學色彩的東西是有疑問的，我不會盲目相信的。但是跟我師父學了之後，事實改變了我啊。那第一天，師父並不是告訴我任何咒語啊，也沒有什麼神秘操作啊，只是指導我指引呼吸啊，就是深吐纳，腹部呼吸，对不对？老王是懂吧？腹部呼吸，丹田呼吸，然後呢，两只手拍擊自己的小腹，把陽氣拍出來。然後呢，當然要用 SM 專用的那種細麻繩，就是那個軟麻繩啊，就是不是麻繩 ，sorry， 軟繩啊，就是那種不磨人的那種軟繩，哎，把屌啊纏起來啊，纏的這個緊緊的啊，然後呢，底下呢啊帶個鈎，帶個鐵鈎啊，吊個鐵鈎。然後呢，弄一秤砣啊，新人呢啊，不要弄太大啊，5公斤啊，5公斤即可。但是他们都比較狠，他们都20磅，20磅那10公斤了。所以我第一次嘗試，我就吊起了20磅重量。我操，你這個，我操，你不怕拉斷了？當然是名師出高徒，你師傅肯定是手裡有把握啊。但是我們要是初次自我嘗試的話，我建議你們是從5斤開始，5磅開始啊，別他媽一上來就20磅。那是真實存在有重量的重物，而我竟然能夠用身體最脆弱、最不可思議的部位把它吊起來，那一刻對我來說非常震撼。之後我繼續每周1次去找師傅練功，不到2個月的時間，我可以吊到100磅了。我操，100磅，一個女生啊，開玩笑，牆頭上一站，底下弄一小秋千，自己老婆可以在底下打秋千，我操，那是多麼的雄壯，這老婆還能離開你嗎？這個過程讓我意識到，這並不是單純靠蠻力或者肌肉，而是一種身體內部的能量，並且這種能量會越來越強啊！這就陽氣出來了啊！最後屌那塊硬的像鐵一樣啊，因為肌肉高度發達。我師父最特別的地方是他有分享和給予的能力。按照他的說法，就是每個男性啊，其實都是可以被開發出來的，只要雙腳能夠站穩，就能傳功練功。無論年輕人還是年長的。只要身體條件還允許，只要你能站住，你就可以練這個屌功。我自己的理解啊，師父有特別的地方，在於傳授功法特別快，他能在極短時間內幫助一個人完成從不會到會的轉變。也就是說，他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讓對方自己印證真實有氣功這種東西的存在，而且是人人都有。當然，屌功只是師父能力中的一部分，他本身還有其他超能力，但很低調啊。我非常敬仰你師父，由於他從小就有速讀能力，所以他對什麼中醫佛法呀、這中醫都，這是一個倪海夏 plus 的一樣的人物啊。這在台灣呢，年輕是在巴西行醫，後來因為什麼一些事啊，年輕氣盛嘛，總之就是最後就是得離開巴西，然後年紀大了以後就回了台灣。
那麼除我自己練這個功之外啊，因為他尝到甜头了，他就把他父親也介紹過去了。我父親也在師傅的指導下練了這門氣功，改善了他年紀大攝護腺的問題。攝護腺就是前列腺啊，年紀大前列腺肥大，尿不出尿来，我們大陸叫前列腺啊，那个台灣叫攝護腺。然後我父親居然重振雄風啊，有了明顯的變化。我操，老先生啊，一把歲數又可以咔咔咔啪啪啪了啊！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帶師傅到沙烏地阿拉伯，就沙特阿拉伯，去協助一位當地的與航空相關的秘書長。哦，那你師傅難道是綠色航空那家的啊？當時那位秘書長因為中風，行動不便啊，坐着輪椅出來見我們。據我了解，他在見到師傅之前啊，已經到中國求訪中醫啊。但效果有限，他太太本身也是醫師，所以對他的狀況是非常了解的。我師父就在沙特阿拉伯停留了大概1個禮拜，主要通過針灸、火雷掌、氣功、按摩的方式幫他調理。1個禮拜以後，那位秘書長已經能夠在他人的攙扶下行走在自己的小花園轉一圈了。這個過程讓我們非常震撼，因為我不是聽說，而是親眼見到了奇蹟。我知道這些內容如果只是口頭描述，很容易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甚至難以相信，所以我準備了一些當年拍攝的短片給王哥參考。影片大概都拍攝於2015年，距今已10多年了。還有師傅以前的檔案和他們門派的影片啊，我都收到了，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影片中我師傅當時體重大約只有52公斤，卻能夠用吊弓吊起240磅的重量，操，真厲害！我看了。因為這個玩意兒，他因為他是內部錄像，他都沒有打馬賽克。我去，他真的跟擀面杖那麼硬啊！就平時他已經練成那個狀態了，52公斤，因為他精瘦，他那身材我跟你說就知道，看七龍珠嘛，龜仙人啊，就龜仙人的身材，52公斤，不矮的，大鬍子也是龜仙人，表上240磅，我的天哪，我操！這算是世界羽量級選手的舉重重量了，所以一般科學、運動學或醫學常識來是無法解釋的。正因如此，我才認為氣功雖然帶有玄學的神秘色彩，但它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被實際觀察和驗證的啊，並且有可能被進一步科學研究。我曾經問過師傅，為什麼我們的手舉不起來，腳抬不動的重量，可以卻用吊能吊起來？師傅告訴我，這代表身體內部的確存在一種力量，你能夠承受與吊起這樣的重量，代表身體裡面有相對應的能量。這個解釋讓我至今印象深刻。以我個人接觸此功10多年的體會來說，我認為這門功法對於男性最大的價值，不只是外在表現，而是幫助身體返璞歸真、返老還童，讓身體機能回到年輕狀態，讓男性自信和不易衰老，和以免疫系統變得極好。哎呦，我看那頭髮都是黑黑的啊！那老先生當年老的時候，就是當年15年以前的，頭髮黢黑。我自己感受到比較明顯的變化，包括一、生理機能恢復。隨着年紀增長，很多男性早晨自然晨勃的狀態會逐漸減小，但在練此功之後，晨勃會恢復。第二，身體結構的變化，長期練習之後，男性器官可能出現肉眼可見的改變，包括尺寸上、長度和粗度都變大變粗。三、免疫系統和精神能力的提升，對我個人而言，這一點尤其明顯。我10多年前因為車禍少了一隻腎，但只要我有持續練功，精神狀態就會明顯變好，而且一次練功15分鐘，對於我來說效率極高，甚至能維持一段時間的精神與體力，不容易生病。以上都是單純的練功，不需要特別的禁欲或者吃什麼養生保健品。當然，我並不想把這些經歷包裝成神話，只是我個人的介紹親身實踐。我師父這段時間想把他的功法傳給真正有智慧、有善心也有影響力的人。我就是那個人。他非常重視自由，也對台灣未來有許多關心。他曾提到，如果有機會，希望能夠找到類似像王哥這樣有智慧與影響力的人我會來的如果我這次在列日文別這麼說選舉失敗這種喪計劃，那就是我不是當年我不是計劃去夏威夷開辦這麼一個邪教培訓班嘛，全是高淨值人群過來，咱們就練這個事兒那個我去，那咱們不是比華無缺還幸福？但是現在我決定重新入世這個為人民服務了那也不矛盾吧我們可以在列日文開這種養生館嘛，能夠了解這種養生之道，讓善循環下去，影響更多的家庭。這句話說的有高度就是你像我的影響力這麼大之後我可以幹好事，我也可以幹壞事。比如說我弄一個什麼幣弄個什麼交易所然後弄一個宏大敘事我会弄個宏大敘事，比如說 take downs 什麼屁我操，那我就把
那最後的鋃鐺入獄，最後把所有的人都弄倾家蕩產，那就幹壞事。但是我也可以干好事，比如說我夯實當地的华人的政治勢力，我把我們的权利，我把我們的經濟利益爭取過来，然後傳給我們的子子孙孙，在這兒扎根下去，就像中國人在新加坡干的那樣啊，这我覺得這是好事吧，我個人覺得。然後在列治文，你們不知道那片海域出了多少海難，白人不懂的。那片海域離城5公里啊，240多艘沉船，最慘的一次死了230多個人。230，你沒有聽錯，一艘船淹死230個人，太慘了。就是那為什麼沒有龍王廟？沒有龍王廟，沒有龍王廟，不是我迷信，是我懂，你們不懂，你們肉眼凡胎。他們在抓替身，那個地方形成了惡性循環。神奈川冲浪里這句話，你们以為是虛的嗎？那個地方就真的是很凶險的。所以在這兒建龍王廟也好，海神宮也好，就是龍宮也好，就是要迷信倒在其次，更多的是什麼？更多是消解怨靈，然後呢，提升活人的警示啊！不光是中國人，印度人、日本人、白人都應該提升警示，要尊重和敬畏這一片自然。當天氣不好的時候，就不要去這兒了。要知道什麼叫白毛浪，我的那個百道匯都給大家細解了，包括這個鬼門關的位置。我上一期百道匯直接打開地圖告訴大家，如果你們到溫哥華釣魚，不要到這兒來，因為這兒是鬼門關，這兒有幾百艘沉船就在這一片，就是百慕大。除非風和日麗、晴空萬里，你可以來。只要這個地方陰天了，我們列治文這兒陰天了，沒有颳風都不要去。為什麼？再說一遍，這兒是百慕大。這兒不消失飛機，但這兒真消失船。我親自開船在這兒，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暈船，就是因為在這兒走過一次。在城裡邊風平浪靜，沒什麼問題啊，不就3、4級的風，3、4級風，平時你知道嗎？我說4級風，你知道嗎？你不知道呀。那天我們出海，我操，差點出事兒。就這麼講吧，警铃大作，大浪頭5噸10噸的水，啪啪的往遊艇上面翻，一次就不暈船了，只要一次啊，就是我操，就是来收你的那個感觉。幸亏我学得快，我穿浪过去了。如果未来王哥您有機會來台灣，我明年春節我們見啊，一定見啊。您或者朋友們對這門功法有興趣，我們願意跟您分享介紹。好，我一定把這個智慧傳出去給更多的男性同胞啊。John Chang，謝謝 John 啊。然後我們進入玄學啊，夢中喝到真茅台啊，正宗茅台，那是感悟到世界是虛擬的和陰間大基建。王叔您好，話不多說，直上乾貨。5月5號，我吃完午飯，泡了壺茶，喝了幾杯後有點困意，我就去睡午覺了。午覺進入夢鄉，在夢裡和一個人相對而坐，我的先人來了，但我記不得他是誰，也看不清臉。桌上放着2瓶茅台，我隨便喝了一口，就到了下一個場景了。在下一個場景，我躺在床上，感覺被鬼壓床了，但看不到實體，我能感到力啊，感覺到力。我操，這鬼還挺淫吶，這鬼還頂你了是吧？看不到實體，但我能感到力，手腳身體不受控，於是口念9天應元雷神普化天尊啊，這個訣也是我傳給大家，但這個訣啊太長了，你不能做到心念所致啊，除非你對道教特別了解，你脫口而出帶着一股氣勢，那就管用了。你要是念這麼老長，我操，你還念錯，中間還斷一下的話，那你還不如念老王救我，大老王在此，百鬼勿近，就得了啊。你叫我都管用，你真的你在夢裡下次叫大老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們懂玄學都看見我身上有亡靈官之相啊！你們看看，你們看看，就是一個舉個打神鞭那個亡靈官啊，你看像不像？所以你就喊亡靈官在此，老王救我，啪來了啊！念了幾遍之後，這不是迷信啊，這是感應啊，給你外氣。念了幾遍之後沒啥感覺啊，我突然就想到，我是觀音菩薩的弟子啊。於是改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很快就沒事了。這就是南無觀世音菩薩，你就念出來，你就心動了嘛。主要是心動啊！亡靈官大老王救我，這個也是心動。這一喊，啪，氣勢如虹，就把他們髒東西給罵跑了啊！然後中間還有很多場景，不過我後來全忘了。
就在我要醒過來的時候，忽然想起來第一幕，哎，我剛喝的茅台喝的有点潦草啊，媽的是当汽水喝了没尝味兒啊。于是瞬間我就在腦海裡想，我要切回剛睡覺時的那個第一幕夢中的場景，就像是播放電影直接跳回開頭的那種。這次果然進去了，他又回去了。然後這次我拿起酒杯，慢慢的喝了一口，對自己說，是的，這是正宗的茅台（括弧不是後來勾兌的那種）。夢中我是真實感受到這酒的口感的。我老教友都聽我講過，1987年化工部出台這個工業酒精这個不是什麼這個食用酒的這個工業勾兑國家標準之後啊，你就都是就喝不到真的了。但是你們家要是有茅台是90年以前的啊，就是因為87年出台標準到真正大行其道啊，都是98年99年10年以後的事儿啊，就是化学勾兑扩产量。你们家要是能有90年代的茅台，我去，你们一定不要送人，一定要自己喝。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自己享受呢？我是喝过的，真好喝啊，那秒杀所有的什么 whisky， 但是就是我现在也喝不着啊，估计只有習主席能喝着。夢中我是可以真實的感受到這酒的口感的，喝完我就醒了。感悟，世界真是虛擬的，就好像拍好的電視劇。這也是為什麼可以算命的原因。每天我們的生活就像在放電影，普通人 NPC 就是看電影的，你也不能快退，你也不能快進。但如果你修行好，好那麼一點，你可以拖動進度條啊，跳回前面去。就像是教主說的投胎啊，可以往後投，也可以快進。再強一點的，你還可以改劇本。了凡四訓的故事就是通過做功德啊，積攢了這個功德點，然後提前改變了劇本。功德越大，權限越大。這東西啊，就像這個系統用的錢，而時間其實是不存在的，沒有所謂的過去，也沒有現在，也沒有未來。既然到了這個世界了，就好好體驗這個遊戲吧，多積累點金幣啊，這個金幣就是功德啊，就是行善積德啊，要把這個系統構建得更好，我們的體驗感才更強，這個遊戲才更好玩啊。如果你要是不幹好事兒，有一個去烏克蘭的啊，給我寫信的說，大哥，操，這個有一個傻逼啊，黑龍江的，那他們是個張獻忠啊，現在也到我們部隊，他遲早會害死所有人，如果他到前線的話，這就是沒活明白的啊。你要是去烏克蘭，你也是改不了你的命啊，你還把自己給害死之後，直接奔地獄去了。所以一定要做好事啊，一定要做好事，遊戲體驗感才強，你才能真正改命啊。我還有好多預知夢之類的，比如高中時期夢到老師明天不講課，結果第二天上課老師就真的一來就說全自習啊。然後這個他以前講過啊，我記得以前講過，那就不是一個人，不是他啊，那是以前有一個人跟他一樣的。那個還有在路上想到某個人，然後就會遇到這個人，然後呢，偶爾在家裡想到誰，就會收到他的微信，這種特別神奇啊。去年我夢到了黃金到4500，是直接看到了數字4500的那種黃金價格，然後呢，我在夢裡我打開電腦屏幕看黃金價格，上面寫着4500，真的很快就到了。我是3400左右入手的，所以我也賺了點。最後聊一下教主您多次提到的陰間大基建，為什麼要大基建呢？當然是提前做準備啊。曾仕強老師在大道異行節目當中當眾卜卦的時候卜到過載鬼一車，也就是說可能會死很多人。那麼那個時候他說的時間節點是2035年，真希望廣大教友們都行善積德，順利過關。好了，謝謝你的祝福，我也希望所有的教友們都感應到善啊，好好的過關啊。28年到35年之間啊，我們就希望是一人難逃，萬人不死。